后来他就虽然之前讲过，他带领那位加拿大的Selina 姐妹开始跟他合作。那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开始了，因为之前讲过，他跟这个Selina 姐妹有这个3座山的挑战，有大小调之争，然后有专业跟这个外行的这个谁领导谁的之争，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摩擦。那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算短，也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听到他说，今天他有怎么样跟这个Selina姐妹斗智斗勇斗狠，怎么样讨论歌曲当中的一些的互动。有时候他就觉得掉眼泪，觉得怎么我老是被嫌弃啊，怎么老是这个好像被他打击啊。我有时候就说，小调怎么了？对不对？你就做小调皇后好了，对不对？你就专门做小调，小调没什么不好啊。是啊，因为我知道他根本听不出来大调小调。他做一首歌做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首是大调，然后说那首是小调。我听得出来，我只是听得出来，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是大调，这是小调，我也没这个基本的乐理。Selina姐妹也可以告诉他，但是告诉他也没有用，因为他不能这个歌抽出来，这旋律出来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就是他脑海中或者说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旋律，我理解这个部分，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只能帮助你分辨大调小调，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做出大调跟小调。所以你既然做出来是大调就大调，小调是小调，反正如果是从神来的，都一定有它的美意嘛。我就觉得不用在这地方去纠结。我说你跟Selina就好好谈一谈，如果他如果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说那真的就是很抱歉，恐怕很难合作下去。我说就像一个妈妈，生出来是女孩，然后那个别人看怎么是女孩，怎么又是女孩啊？但是对这妈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说你就试着跟他沟通，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用这种方式跟你互动的话，就是你可能很难跟他继续合作下去，因为你说你做歌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出来以后又要被批评的体无完肤，而且这个批评是一个完全是他个人的喜好的问题，也不是他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从个人喜好，你喜欢大调，你不喜欢就那是你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干预跟控制学人做出来的到底是大调还是小调。所以这地方我就只能去同理他，跟陪伴他，跟安慰他，跟他就安慰他这样子。大家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所以但是也就鼓励他，你去站住一个立场，去沟通清楚。那因为你们如果要长久的合作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些，我觉得可能要让他知道，因为他可能不晓得，他可能是很直率的人，他心里有什么，他就真的不喜欢小调，那这是他的喜欢。那你就跟他沟通说，你尊重他的喜欢，但是你不用每一次，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每一次告诉我，他也能够尊重你，这是上帝给你就是做出小调比较多，的确他那个比例就是很明显的差距，这是你看他做这个几十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趋势了，更不用说后来你做了这几百首歌，所以那就是这样，我就在那时候去鼓励他，去跟他，那后来的他跟Selina之间的那互动进展也真的是有很大的调整跟改善。那前面的见证也提过，这都是神的工作，上帝怎么在Selina姐妹的心中动工。那他讲到他愿意去顺服下来，愿意去开始去调整他跟学员的互动啊，或表达的方式啊。那我觉得这也是至于他们现在可以合作，算一算，去年2021 9月23开始合作。对，所以也很快就要到，要满1年，再过3个月左右满1年。那能够这样合作下来，我觉得也真的是上帝奇妙带领，因为他的确需要在专业上面有一个人去帮助他，去能够让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够更动听。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对。那他们能够磨合好，能够现在开始就非常的知道说，我们分工，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2个人能够有默契互动，然后也越来越懂得对方的个性啊，怎么样表达。那轩也就是也懂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一点，不要往心里去。那就是我觉得双方都在这过程当中去磨合跟调整。我觉得像配搭的越来越好，这我觉得是很感恩的。那也就是赞叹上帝的奇妙，隔着时差，隔着2个国家，然后呢，而且就是我们来，这个美国
播道会之前就是都待在那个之前那个卡加利这间播道会，就是上帝安排的好奇妙，就是觉得好像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安排好这样的线，然后后来事隔多年哦，这个线又突然牵起来了，就让我想到很奇妙，就好像当初我们从卡加利卖了房子去温哥华，本来只是想说过境一下，等着美国的签证什么时候发起来，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来服侍。可是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有人介绍我们去远东，然后认识凯传，然后我们就开始录了第一次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后面我们现在可以有合作，可是这个线就留下来了。然后多年以后，我们就借这个疫情，我们就开始了有这样的合作。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那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以为去卡加利那间播道只是为了我们来美国，这个播道会在签证上面办起来更加顺利而已。不是，竟然现在Sharon跟那个姐妹在那个同一个播道会的姐妹，就现在可以有这个连结跟合作。这个上帝真的下一盘很大的局，这个线真的拉得好长，就是真的不是我们人的计划。我就看到说，这都是上帝出人意外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越时间空间的安排，我们这个都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人计划的出来。那谁想得到呢？就是几年就学人开始做歌，谁想得到这个姐妹可以帮忙在学人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的部分。所以我自己从旁边来看，第一个是从人的眼光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安排跟带领，那完全超过人能力可以控制跟想象。包括学人从自己音都唱不准，到现在可以做出歌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不会乐器的，现在能够会乐器，然后还有怎么样的去把这个音乐变成谱，就是这些都是学人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往这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然后还有看到神雅这姐妹的配合也是上帝带来的。所以，那陆陆续续也有上帝又增加一些人。最近学人可能会提到，就是他之后见证可能会提到，然后他们也开始有些人可以参与到这个他的整个诗歌创作的团队里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人去做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他有这样的才能。最近他又放了一首歌，是一个台湾的弟兄，他还是个医生，很忙碌的，他把他一首歌自己加上混音，然后自己又唱，做出来的时候，哇，这已经非常接近专业的水准，可以去压 CD 了。这个唱的这个配乐啊、配器啊，这各方面，他真是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哇，这个我觉得这自己又唱，自己又配这个乐，然后自己又把它混音弄好，我觉得真的是神很奇妙带领。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觉得乐见其成。我相信上帝已经让这么又大又难的事成就了。那上帝说，如果说在带领我们再更上往前面一步，把更大更难的事向我们来显明，那我觉得也不奇怪，我也蛮期待的，就是看看上帝会做些什么。我觉得缺点就是我们就是学习顺服，上帝要我们就是要忠心跟顺服。那这些我们需要的才能，我们需要的资源，我们需要的人，上帝必定耶和华以勒早就预备好。所以这是我从我作为一个老公，作为一个伴侣，我从一路上看来我一点的心得跟感想。今天呢，就想请师母您来补充一点好吗？你来讲一讲你的这个过程哈。我认同宋恩他提到的，就是说上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说实在话，由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看不懂，真看不懂。但是你从一些神他的历年来，他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带领的积累，你就知道说神他其实他心中有一个远景，他有一个计划，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往那个方向行。像举例一个很简单，就是说网络国际合作这个事情。好，其实我现在不管是在这个音乐施工团队，或者是在跟微信的这个小组，都是跨教会、跨国界、跨时区的合作。那这个不是说立刻就成型，而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的带领。比如说我从台湾出来，我那时候跟围棋学校合作，他们每一个分校派一个
成员跟我组了一个线上团队啊，合作了5年。好，那都是在做网络，都透过网络在交流、在沟通、在完成专案。好，怎么把他们的网站架设好？怎么给他们的围棋学校的学生做见证？好，这个5年里面有3年半是我移民加拿大之后还继续进行的。好，那我回台湾，我就召集所有的成员，我们就开会，怎么讨论下一年的计划，就是已经这么早就已经开始了。好，2009年、2005年开始。就给我带领，让我学会怎么样子跨国界、跨时区的来做团队合作、领导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不是参加过2次恩爱夫妻营吗？第1次、第2次都是跨州参加，那后面有1年的跟进聚会啊，是不是啊？就必须要啊都线上，不管收讯好不好什么的，就坑坑巴巴的，就这样每个月。然后导办夫妇也是外州的，哈，就是这样子，这样弄下来又2年，你知道吧？所以这么多年这样积累下来，我后来就想说，咱们当地卡加利就有恩爱夫妻营，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拉到温哥华去参加？然后等我们报好名，都已经人到会场了，好，这个过2天我们就要进入营会了。然后呢，我们卡加利就宣布说，我们这里要开第2期恩爱夫妻。我说主为什么呀？就我硬要给我们拉那么远去。好，那时候不明白，就觉得说何必呢？好，但后来回头看，其实神有那个心意，他要我习惯网络合作，要我习惯建立网络团队的这个方式。那真的是不懂，但是不懂你还得每天往前走哈。包括2014年。对，开始给我一大串的训练，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明白，好，但是我相信神不只是在时空国界上，他在时间上也是一个下一盘很大的棋哈，就让我先生讲，甚至早在他年轻的时候，神就可能就透过他的仆人有给他一个说法，甚至就是各种的小小的线索吧，就像拼图一样拼起来，只是他的那个拼图太大，我们这一点那一点，有时候看到一点端倪，又看不清楚全貌。好，这个部分我让颂恩来分享。求主使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